整整1周，隔壁胖子每天都会冒着被丧尸发现的风险偷偷过来。白洁也由最开始的反抗咒骂，变成一句没有反应的空壳。今天就这么点？你看这女人还有哪吸引人？现在这世道，除了我，你还能找到别人来换食物吗？坤坤阴沉着脸没多说，抱着东西又回了卧室。胖子家里囤货也不多了，这下可有的好看了。胖子走后，坤坤把食物不足迁怒到白洁身上。别打了，我有个好想法，保证能弄到吃的。我们为什么要等胖子送吃的过来？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他，然后他家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了。你是说杀人？不行，这可是犯法的。现在外面都这样了，还管什么犯法不犯法？再说这件事只有我们2个知道，就算末世结束了，也不会有警察找上门的。丧尸爆发的第21天，胖子刚进门就毫无防备地被坤坤刺倒在地上。你干嘛？从窗户丢下去啊！别浪费，都放进冰箱。我关掉监控的手有些颤抖。如果说上一世的坤坤是个禽兽，那这一世的他简直就是变态。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坤坤的短信，从各种辱骂挑衅到求和关心，我通通没有回复。他这是在试探我是否还活着。只要我不做任何回复，他应该不会找上门。小区里游荡的丧尸很多，坤坤那么自私惜命的人，绝对不会为了报复我冒那么大风险穿越好几栋楼。丧尸爆发第24天，小区社群里突然有人发了一条消息：各位居民朋友，物业获得了官方少量的物资支援，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到幸存者，麻烦大家报备一下已有物资和缺的物资，方便物业分配。发消息的是物业老李。有人为了能够分到物资，将自己的剩余物资全都发了出来，想要以物换物。小天，这是真的吗？现在这情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这么轻易的将自己的物资暴露在众人面前，肯定是不明智的选择。对，我也压根没在网上看到任何关于官方物资支援的消息。丧尸爆发第25天，也许是因为缺少食物，丧尸们的行动明显变得迟缓了。小区里突然传出几声女人的尖叫，我操纵着无人机朝着声源方向飞去。是坤坤和白洁住的楼栋，出事的是5楼一个女白领的家里。女白领躺在客厅地板上，身边站着坤坤、白洁，还有保安老李。这个女白领不就是老李在统计幸存者时第一个出来说话的人吗？所以统计幸存者一开始就是个骗局，他们只是为了精准地找到还活着的人，抢夺物资。丧尸爆发第26天，整个小区的水电全部罢工，手机网络也彻底中断了。还好家里的太阳能充电系统储存了不少的电，节约点谁也还够喝够用。听到了吗？估计是那些暴露物资的住户都被坤坤和老李他们挨个下手了。虽然大门很坚固，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泛起了一丝寒意。小天，看那边。一个女人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站在窗前，玻璃上是拿口红写着的：孩子发烧，求退烧药。虽然有些担心节外生枝，但是我和阿雅实在不忍心看着小生命受罪。我们将要和一些食物绑在无人机上飞了出去。女人取下药品和食物，朝着屋里看了一眼，将什么东西绑在了机尾。看着她畏惧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。小孩子生病，不是应该着急吗？她在害怕什么？下一秒，对面那女人突然顺着玻璃倒了下来。紧接着，坤坤抱着孩子从暗处走了出来，朝着我们这栋楼的方向挥了挥手。我全身的血液几乎要凝固。无人机的机尾上绑了个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亲爱的，等着我。是坤坤的字体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小区里的丧尸数量比之前少了许多，不知道都游荡去了哪里。这无疑是给坤坤他们提供了便利，对我们更加不利。小天，他们现在知道我们还活着，肯定会来抢物资的。丧尸对血的味道敏感，我们把别的地方的丧尸引过来怎么样？这是个好主意。
我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生肉，划开手掌，将鲜血滴在上面，挂在无人机上。无人机飞出小区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有些难以置信。本该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，现在都聚集在一起。随着无人机靠近，肉块上的血腥气在空气中弥漫，丧尸群有些骚动。有只红眼丧尸似乎有些特别，它抬着脑袋，目光始终紧跟着无人机。随后它像是发号施令一般低吼，本来躁动的丧尸群安静了下来，跟着它朝向小区的方向挪动。难道有丧尸进化了？红眼丧尸就是他们的小头目？我操作着无人机回到小区，丧尸群跟在后面挪动，他们的行走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很多。我将丧尸全都引到楼下。有这么多丧尸拦路，我不信坤坤他们能毫发无伤的进来。你这个，我还以为你早死了，快给我出来！楼道里传来了铁锤砸墙的声音和坤坤的咒骂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过来的？我们可能晚了一步，他们提前就进楼了。我拿着遥控打开了门口的监控，外面的墙被坤坤砸的已经陷下去一块，露出里面的水泥。兄弟，这女人肯定早知道什么，不然她为啥突然换地方住，还整得这么严实？里头肯定提前准备了不少吃的。就是，坤坤，等会我们进去了，可千万别放过他。要不是因为他把中奖的钱都拿走了，我们至于过得这么惨吗？阿雅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我们掌心里全都是汗，门外砸墙的声音也重重地砸在我们心上，墙壁仿佛随时都会破开一个大洞。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将丧尸引上楼，不然他们这样一直强拆，这墙撑不住的。我想起丧尸群中的红眼丧尸，决定搏一把。将沾着鲜血的生肉绑在了无人机上，鲜血的味道很快吸引了丧尸们的注意。一楼通道的门已经被他们关掉了，难怪他们有恃无恐的大力砸墙，也不担心会有丧尸跑来。我操作着无人机停留在2楼消防通道的窗口，我的心咚咚狂跳，死死盯着红眼丧尸。只见他目光盯着无人机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吼。丧尸们紧贴着楼壁，层叠着靠近了2楼的无人机。丧尸接二连三地摔进了楼道后，我操作着无人机顺着楼梯缓慢向上。等坤坤等人听到响声，转过身就和已经爬上楼的丧尸打了个照面。我靠，他们怎么上来的？小天，你这个，你给我等着！看着即将靠近的丧尸，无处可逃的3人绝望地被淹没在丧尸中。一阵阵惨叫后，门外只剩下丧尸的咀嚼和低吼声。小天，你看，坤坤他。坤坤少了一只胳膊，脸上的青紫色和白瞳孔昭示着他已经完全变成丧尸。但他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跟着无人机下楼，而是一直在撞墙。我和阿雅看了一会，虽然他似乎只是无意识的这样做，但是还是有些心惊胆战。之前墙壁已经被坤坤砸出一个大洞，现在一直被撞，内墙已经隐隐有些裂纹。我们找来家具顶住墙，希望能让墙多支撑一会。红眼丧尸突然出现在楼道，我和阿雅紧张地盯着门口的监控。这只红眼丧尸看上去明显就和其他丧尸不一样，万一它也撞墙，那我和阿雅只能等死了。坤坤还在不断撞击着墙壁，红眼丧尸停在他身后，歪着头打量着坤坤。随后，他朝着坤坤嘶吼一声，门口的坤坤顿了顿，继续撞击着墙。我居然在一个丧尸的脸上看到了疑惑的神情。那红眼丧尸又嘶吼2声，坤坤依旧没有反应。丧尸坤坤居然不听红眼丧尸的命令，你说那个丧尸会不会生气？人类变成丧尸之后，应该是不具备思考能力吧？下一秒，他们真的打了起来。坤坤显然不是红眼丧尸的对手，很快就成了红眼丧尸的口粮。这个变态男生前虐杀自己的同类，将他们当作备用口粮，现在变成了丧尸死于同类之口，真是报应。红眼丧尸在门口徘徊了许久，我和阿雅在屋内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，生怕被他捕捉到活人的气息。丧尸爆发第45天，有越野车停在了小区大门口，大概是想进来搜刮物资。
越野车的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小区还能有这么多丧尸，随便朝着丧尸扫射几枪后就驱车逃离了。我不禁有些感激红眼丧尸的存在，但心里还是希望末世快点结束。无人机在小区里巡视，几百户人的小区现在看上去只剩下10来户。虽然不知道末世还会持续多久，但是和阿雅商量后，我们还是用无人机分了一些食物、水和药品给他们。丧尸爆发第60天，丧尸开始了大面积的变异，智慧型丧尸明显变多，甚至出现了能爬墙的丧尸。再这样下去，也许能感知到活人来凿墙的丧尸也快出现了。我们不禁感到一阵心惊胆战和绝望。丧尸爆发第65天，手机网络断断续续能收到信号了。尊敬的广大市民，现在向大家播报重要消息：国家成功研发了 SCV-19病毒疫苗，各省市也已经建立了安全区，并开始了大面积的清剿行动。我们呼吁所有有条件的幸存者自行前往安全区避难，以保障自身安全。同时，为了确保所有幸存者都能获得及时救援，我们也将派出救援队伍，对全国范围内的受灾区展开搜救行动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们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坚持和信任。请大家保持冷静，耐心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，同时密切关注我们的官方通报，以获取最新、最准确的消息。最后，希望我们团结一心，共同战胜这场灾难。几辆军用皮卡驶入小区，沿途清理了一大波游荡的丧尸。小区地面感染已清除完毕，我们即将逐一进入每栋每层。如遇敲门声，请立即开门，并服从指挥行动，尽可能带上少量必要物资撤离。我和阿雅听到这话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在经历了2个多月的灾难时刻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世界的曙光。丧尸，吓死我了！原来都是做梦。我该不会是重生到丧尸爆发前3个月了吧？呵呵，穿越小说看多了吧？